每到冬天，大家常开玩笑说冷死人的天气，但你知道吗？这句玩笑话其实一点也不夸张，寒冷真的可能夺走人的性命。最近一次强烈冷气团来袭时，全台短短3天内就有134人因为到院前心跳呼吸骤停 OHCA 被送医急救，其中最年轻的才40多岁。天气一冷，为什么会这么危险？难道真的是因为穿太少吗？很多人以为只有体弱的长者才需要担心，但事实远非如此。今天我们就要深入来谈谈冷气团来袭前必看的重点，最容易猝死的3大族群，以及猝死发生前可能出现的6大征兆。看完之后，你绝对会对寒冷提高警觉，不再敢掉以轻心。寒冷怎么会让人猝死呢？我们先从人体机制说起。当气温骤降时，人的身体会自动启动紧急模式，寒冷刺激交感神经，使血管剧烈收缩，血压瞬间上升，心跳加快。想象一下，你清晨从温暖的被窝猛然爬起，一脚踏入冰冷的空气，身体就像被当头泼了一桶冷水凄凄，皮肤感觉到刺骨寒意，体内的血管立刻抽紧变窄。为了维持核心温度，心脏开始疯狂加压泵血。这种剧烈的改变对于血管和心脏是巨大冲击，血压骤升可能让动脉壁上原本稳定的斑块破裂，就像水管里附着的水垢突然被冲掉一块，掉下来的碎片血栓瞬间堵住血管。如果堵住的是供应心脏的冠状动脉，就会引发急性心肌梗塞，简称心脏病发作。如果栓塞发生在脑部血管，就可能造成中风。同时，寒冷还会让血液流速变慢，变得粘稠，血液中的小板容易凝集，也增加形成血栓的风险。简单说，冷空气会对心血管系统造成一连串打击，从而诱发猝死危机。更可怕的是，温度剧烈变化带来的危险不止在户外，反而很多时候发生在室内。大家理所当然觉得外头天寒地冻要穿厚一点，但在家里常常松懈警戒。许多人在温暖的室内只穿着轻便薄衣，以为家中很安全，结果忽略了客厅和浴室，那些对外的窗户没关好，冷风透进来时，室温骤降，身体一下子暴露在冷空气中，交感神经同样会被突然激发，更别提清晨辐射冷却效应。凌晨时室内温度可能跌到10几度，而你在被窝里却有30多度的暖意，两者相差悬殊。一大早，很多人急着掀开被子上厕所、洗脸，贪图一时方便，没穿外套，身体从暖热瞬间暴露在低温里，血压心跳猛烈波动，这正是清晨猝死最常见的剧本。有些长者就是一早起床，冷不防被寒气一击，还没走出浴室就倒下了。因此，千万别以为关在室内就万无一失，冷气团的威力无孔不入，我们必须处处当心。既然寒冷对每个人都是挑战，那到底哪些人最容易因天冷而猝死呢？专家提醒，有3大高危族群，务必要格外注意。第一大族群是本身有心血管疾病的人，可以说这类人身上埋着一颗猝死的未爆弹。不论你是有冠心病、冠状动脉心脏病，曾经装过心脏支架，开过绕道手术，或者有心脏衰竭、严重心律不整病史，甚至曾经中风过，寒冷都可能成为引爆危机的导火线。举个真实的案例来说，有一位年仅37岁的男子，平时看起来跟常人无异，自己也不知道已经有心血管方面的潜在问题。有一天气温骤降，寒流来袭，他在早上出门时，先是觉得胸口闷痛，呼吸有点急促，但一开始还能撑着走路。没想到下一秒他突然脸色煞白，昏倒在地，失去意识，呼吸心跳都停了。所幸当时在场的人立刻打电话叫救护车，送医急救后，医生用电击把他从鬼门关前拉了回来，这才发现原来他有严重的冠状动脉阻塞，剧烈的温差让斑块破裂，引发急性心肌梗塞。如果不是及时抢救，他很可能就成为天冷猝死的悲剧统计之一。由此可见，有心脏血管疾病的人在寒冬中猝死风险有多高。为什么说心血管病患在冬天容易猝死？原因除了刚刚提到的血压剧烈波动和血栓形成，更因为很多患者本身可能存在血管阻塞或硬化问题，一旦血管遇冷收缩更厉害，本就狭窄的通道可能瞬间完全堵死。更糟糕的是，
部分心血管疾病患者平常对自己的状况缺乏警觉，甚至抱有我吃药控制得很好，应该没事了的侥幸心理。有些高血压患者觉得血压亮起来正常了，就自行停药，或者有心绞痛老毛病的人，天冷时还是照样剧烈运动，结果诱发致命发作。医师特别提醒，这类已知有心脏病或动脉硬化的人，千万不要擅自停药或逞强忽视身体警讯。寒流来时更要小心管理自己的危险因子，定时服药，监测血压血糖，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受寒，才能平安过冬。第二大高危族群是高龄者和慢性病患者。老年人的身体机能较弱，对环境温度变化的适应力远不如年轻时。一位20岁的小伙子也许冲到寒风里只是一阵发抖，但80岁的老人家可能就受不了这样的刺激。随着年龄增长，血管弹性变差，心脏输出功能下降，身体的恒温系统也不灵敏了。冬天一来，老人家本来末梢循环就差，手脚冰冷，如果再遇到气温骤降，心血管无法迅速调节，就容易出事。统计数据也显示，心脏病和脑中风一直是国人主要死因之一。根据卫生单位的资料，心脏疾病高居台湾人死因的第2位，脑血管疾病、中风则是第4位，每年夺走数万条宝贵生命。而在这些病逝者中，老年人和罹患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慢性病的患者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因为慢性疾病会逐步损害心血管健康，例如高血压让血管壁长期承受高压而变硬，高血糖会伤害血管内皮，高血脂会造成动脉粥样硬化，种种因素累积下来，使得老人和慢病患者在寒冬里更容易成为猝死的受害者。值得注意的是，很多长辈自己也清楚冬天难熬，往往寒流来时干脆减少出门，以为我不出门吹冷风就安全了。但正如前面提到的，室内环境如果忽冷忽热，同样暗藏危机。一些长者待在家中取暖，却忽略了通风不良或温差问题，特别是独居的长者，更是高风险中的高风险。家中没有旁人提醒照料，他们有时怕麻烦省电，不开暖气，穿着单衣在家活动。一不小心，比如半夜起床上厕所，没披件外套就进了又湿又冷的浴室，很容易发生意外。台湾的急诊医师就观察到，寒流来时送到医院的猝死个案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在家中发生的，而常见地点正是客厅和浴室。尤其清晨时段，气温最低，也是心血管事件高峰期。很多老人家就是在黎明时分，因为温差刺激引发中风或心脏骤停。所以提醒有长辈在家的家庭，天冷一定要注意室内保暖，随时留意老人家的身体状况。如果家中长者本身还有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问题，更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般防范天冷，千万别让他们受寒，也不要让他们单独洗澡，避免成为憾事。第三大族群则是生活习惯不良的中壮年族群，也就是那些表面看起来健康，实际上暗藏猝死风险的人。这包括了哪些人呢？其实范围相当广，例如长期抽烟、酗酒的人，体内雷管随时可能引爆；严重肥胖的人，心脏负荷平时就很重，冬天更吃不消。还有一类现代社会常见的熬夜过劳族，长期睡眠不足，压力爆棚，交感神经长期处于兴奋状态，身体一天到晚处在紧绷的战斗模式。这种人也许年纪不大，平时不觉得有病，但实际上心血管早已不堪重负，在寒冷的额外刺激下，他们也可能瞬间倒下。2019年，娱乐圈传出震惊各界的消息，只有35岁，平时热爱运动的一位年轻男艺人，在工作途中突然昏倒，不幸猝死。事后推测，他没有明显心脏病史，猝死可能与过度疲劳和当时的气温偏低有关。这起事件让很多年轻人开始正视一件事，别以为自己年轻就百毒不侵，长期熬夜、工作压力大、身体透支的人，其实离猝死并不远。一旦冬天来临，气温巨降正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黄轩医师曾指出，除了典型的高危族群，像年长者、三高患者、烟酒成瘾者、肥胖者，有些看似健康的年轻人，往往因为5大不良习惯而成为非典型高危族群。例如，
暴饮暴食，冬天进补，大吃大喝，结果血液都跑去肠胃消化，心脏负担骤增，可能引发急性心梗。再如缺乏运动，平日不锻炼，导致心肺功能变差，一到寒冬更难适应寒冷刺激，猝死风险提高。还有些人喜欢在酒后或饱餐后泡热水澡，表面看是取暖放松，实则暗藏危机。因为饭后或喝酒后泡澡会使血液重新分配到体表，心脏负担加重。更何况冬天浴室和外界温度温差极大，忽冷忽热下很容易引发心血管意外。再看情绪起伏大的人，压力过大，狂喜或大怒都会使交感神经剧烈波动，引起心律不整或血压骤升，增加猝死可能。最后还有感冒久治不愈的人，病毒感染可能波及心脏，引发心肌炎，若持续发烧又受寒没休养好，心脏功能可能因此突然恶化。以上种种不良习惯都可能在寒冷天气下变成夺命的隐忧。说白了，天冷对心脏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即使年轻人如果平常生活习惯不好或忽视身体健康，也可能因小小一个动作在寒冬猝死。千万不要因为自己年轻力壮就掉以轻心，年轻并不是防弹盾牌，生活方式不健康照样会累积风险。谈完了高危族群，我们再来看看猝死发生前往往会出现哪些警讯。其实大多数猝死事件并非毫无预兆，可惜的是许多人忽略了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医师统计发现，只有少部分患者是在猝死前啪的一下突然倒下，之前完全没有不适。绝大多数人在事发前的数小时甚至数天内，身体其实都有一些异常症状，只是当事人没有警觉而已。总结起来，有6大征兆特别值得注意，一旦出现，千万不可轻忽拖延。第一，大胸闷。如果你最近常感到胸口闷闷的，好像被大石压着，甚至有窒息感，这可能是心脏供血不足的讯号。胸闷通常发生在劳累或受寒时，休息后可能缓解，所以很多人以为只是喘不过气或天冷缩胸的正常反应，但其实那种沉重压迫感往往是心肌缺氧的表现，可能意味着心脏血管已经堵了七七八八。如果胸闷的感觉频繁出现或持续不退，就要怀疑是否心绞痛发作，务必要及早就医检查。第二，大胸痛，这里指的是明显的胸部疼痛，尤其是剧烈的疼痛。典型的心绞痛或心肌梗塞会让患者感到胸口正中或偏左的位置有压榨样、紧缩样的剧痛，常常痛得冒汗，脸色发白，甚至疼痛还会延伸到左肩、左手臂或下巴。胸痛可以说是猝死前最常见也最危险的症状之一。许多猝死案例事后追查，发现患者在发作前几分钟到几小时内出现过胸痛，但被误认为胃痛、肌肉痛或压力大而忽略。特别是有心血管病史的人，如果出现和以往不同程度或频率的胸痛，更要高度怀疑心肌梗塞的可能。记住，无缘无故的胸口疼痛绝不是小事，千万不要只吃个止痛药硬撑，应立即就医。第三，冒冷汗。人在天冷时出汗本来就不多，如果没有剧烈运动却突然大汗淋漓，而且是那种冷汗凉汗，把衣服都浸湿了，这是身体发出危险警报的典型信号。当心脏供血不足或心率发生异常时，血压可能骤降，身体会出现应激反应，引发一身冷汗。很多心肌梗塞的患者在发病时，除了胸痛难耐，伴随的就是全身不正常的冒汗，有的人甚至汗珠顺着脸一直滴。若是在寒冷环境下还出现莫名冷汗，更要特别当心，因为这可能意味着心脏正在经历剧烈的缺血缺氧，已经到了快支撑不住的边缘。所以天冷时，一旦发现自己或身边人突然出现脸色苍白、额头冒汗、身体发冷又直冒冷汗的情况，要立刻提高警觉并寻求医疗协助。第四，呼吸困难，这里指的是平静状态下也觉得呼吸吃力、气喘吁吁的感觉。健康的人在静坐休息时不应该觉得喘不过气，如果你坐着都觉得呼吸费劲，好像胸腔被束缚，吸气吸不满，那绝对是不正常的。呼吸困难往往代表着心脏无法有效将血液泵出供氧，可能是急性心衰竭的征兆。有些人可能平时没有明显心脏病史，
但天冷时突然出现呼吸困难，甚至休息时也胸闷气短，那就很危险。特别是躺下时喘不过气，必须坐起来才能稍微舒缓。这种现象叫做端坐呼吸，往往意味着急性肺水肿或心脏衰竭，需要立刻送医处理。第五，轻微活动就气喘。平常走路不会喘的人，最近却走个1-2步就开始喘起来，甚至必须停下休息。这种耐力明显下降的情况也是红色警戒。有些长期心血管疾病患者，因为身体逐渐适应，不知不觉降低活动量，很容易忽略这种变化。但如果你发现自己日常生活的体能出现断崖式下跌，比如以前爬3层楼梯没问题，现在走半层就气喘吁吁；以前走路健步如飞，现在走几分钟就觉得提不起劲，那就要当心，可能是心脏泵血功能恶化，或是心肺出了问题。这往往是心脏衰竭早期的一个表现。如果平时没有运动习惯的人，冬天稍微一动就喘，更要注意，因为在寒冷天气里，剧烈的喘息本身就会加重心脏负荷，形成恶性循环。因此，当你发现自己怎么最近变得这么容易喘时，不要单纯归咎于年龄或体力，应该怀疑是否心血管健康出了状况，尽快去做检查。第六，双脚莫名水肿。如果你最近发现自己的脚踝、小腿经常肿胀，按压下去出现一个凹陷很久才弹回，这表示体液滞留在下肢，可能是心脏功能不全的表现。健康人的心脏像一个有力的帮浦，把血液打到全身再收回来。如果帮浦出问题了，血液回流效率差，液体就会堆积在远端的组织，最常见的就是下肢水肿。很多慢性心衰的患者腿脚长期肿胀，但如果你本来没有这问题，最近却常觉得鞋子变紧，袜子脱下来留一圈勒痕，那就要留意了。尤其是上述其他症状，胸闷、喘、疲倦，同时伴随出现下肢水肿，更强烈暗示着心脏衰弱无力，身体正在拉响警报。千万不要以为腿肿是喝水多、走路多这么简单，一旦发现水肿反复发生或逐渐加重，就该及早就医检查心脏功能。以上6大征兆可以说是身体给你的最后预警。如果这些信号接二连三出现，却没有及时采取行动，那猝死可能真的会不期而至。很多人在事后追忆亲友猝死前的表现时，都懊悔地发现那些异常早就有端倪。他前几天就喊过胸口不舒服，最近老是冒冷汗喘不过气，可是当下谁也没当回事，只当是小毛病或太劳累，等到人倒下就悔之晚矣。所以提醒大家，一旦出现胸痛、胸闷、呼吸困难、异常疲倦、头晕或冒冷汗等现象，千万立刻就医，不要拖延。宁可虚惊一场发现没事，也不要错失宝贵的治疗时机。猝死最残忍的地方就在于，它几乎不给你第二次机会，黄金抢救时间往往只有短短几分钟。因此别犹豫，身体拉警报时就该马上求救。除了密切关注身体警讯之外，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采取一些预防措施来降低寒冬猝死风险。首先当然是注意保暖，天气冷时不要逞强，爱漂亮少穿衣服，出门在外要戴好手套、围巾、毛帽，防止冷风直接刺激到颈部和头部的重要血管。室内同样要保持温度，尤其是深夜和清晨，可以提前设定暖气，或在床边准备厚外套。很多长者习惯半夜起来上洗手间，家属不妨在浴室备一件外套，提醒他们进入浴室前先穿上，避免温差过大。早晨起床时也应慢慢来，别闹钟一响就猛然掀被子起身，可以先在床上活动手脚，等身体稍微暖和再下床，给心脏一点反应的时间。再来，定期监测自身健康，数值也很重要。家里可以备一台血压计，尤其是高血压患者，早晚量一量血压，了解自己的波动范围。慢性病患记得按时服药，不要因为过节或天气好转就忘了吃药。另外，饮食和运动方面也要节制。冬天进补虽好，但切忌暴饮暴食，饮食尽量均衡清淡，少吃过咸油腻的食物，以免加重心血管负担。适度运动对心肺有好处，但切忌避免过于剧烈。天冷时运动强度不宜过高，更不要一大早冒寒风激烈奔跑，过去就有例子。
一位平日缺乏锻炼的中年人，冬日清晨突发奇想去慢跑，结果跑没多久，心脏负荷不了，倒地身亡。运动要量力而为，冬天可选择温暖，时间在室内做些伸展，缓和体操，不给心脏添乱。最后，家中若有高风险族群成员，家人多关心、多陪伴，也是一剂良方。天冷了，提醒父母多穿一件衣服，主动询问他们身体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有你在一旁督促，长辈也比较愿意注意保暖和休息。总而言之，冷真的会死人的，这绝不是耸人听闻。寒冷天气带来的心血管压力，对于某些脆弱族群而言，可能就是压垮生命的最后一击。最危险的三大族群：心血管病患、老年慢病患者以及生活习惯不良的中壮年，务必要对寒流提高警戒。我们也总结了6大猝死前的征兆：胸闷、胸痛、冒冷汗、呼吸困难、轻微活动及感喘处、双腿水肿，这些都是身体在向你求救。一旦出现，千万不可大意，一定要及时就医检查。天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疏忽和大意。现在你已经知道冷气团来袭时藏着哪些杀机，也清楚哪些信号是不容忽视的警报。希望大家都能谨记这些知识，做好防范措施，照顾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这个冬天，让我们一起平安度过。不要忘记，下次当寒风刺骨时，小心谨慎一些，绝不吃亏。毕竟生命没有重来，千万别让冷不防的意外夺走我们所爱的人。看完这篇内容，你是不是已经不敢再对寒流掉以轻心了呢？保持警惕，注意保暖，留意征兆，你就能大大降低猝死的风险，让寒冬不再成为夺命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平安健康地迎接春天的到来。